环球大战线深入世界最前线，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思敏，欢迎来宾陈立伟、蔡正元、蔡委员。思敏好，大家好。国际情势专家赖岳谦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陆军退役少将厉正杰将军。思敏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观众朋友，今天在中美这一场贸易战，我们要赶快来关心的是，贝森特现在求饶了，希望能够拿到中国大陆的稀土，那么来换取的就是美国继续的延长这一场关税战。那川普则是呢，受到了这个关税战的反噬，现在接下来呀，美国会有这个圣诞节，这些商品恐怕民众自己都要买不起了，变得非常的贵。怎么回事？今天我们节目都会一起的来做解读。今天3个火线话题，请来宾来帮我们做解答的。第一个，我们来看到财长贝森特是代替川普来示软求情吗？为了换中国的稀土，现在低头求饶了。第二件事情，川普关税反制，刚刚提到了圣诞节，大家都买不起东西了，民怨炸锅。第三件事情，现在习近平啊，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是掐准了川普的命脉。他觉得说，这场贸易战再继续打下去的话，接下来美国股市一定会崩溃的。那么至少会有11%的一个重大跌幅。全美22州现在已经正式陷入在经济衰退的一个状况。接下来是否重击川普的习中选举呢？川普接下来又会如何来做应对？今天都会来做解答。赶快来看到的这个是中美关税战有一个今天的反转，就是财政部长贝森特竟然是主动的这一次呢向中国求饶了。他说，如果大陆你愿意停止实施新的稀土出口管制的话，美国呢我们就会对你们大陆的商品暂停这个关税措施，延长3个月以上。大家就觉得说，这怎么回事呢？这个也太讽刺了吧！因为这个贝森特前几天才说呢，会针对中国的稀土管制啊，他痛批是与世界对抗。呼吁这些全球的盟友们一起对抗大陆，怎么现在美国变成第一个向中国主动低头的人了呢？其实不只是美国，向中国大陆低头，许多的国家现在也一起团结起来对抗美国。实际的例子，我们来看到的是，首先加拿大30年来第一次的从墨西哥进口新车的这个新车的数量终于正式的超过美国了，新车总额来到了7.84亿美元的金额。另外就是大陆了，大陆从7月开始零采购美国的大豆，转向南美洲来做采购，避开这个关税的贸易战。印度呢，则是跟中国，终于是这个冰冻关系现在破冰了，2个国家恢复直航，双方的交易也正式的开启了。就连在非洲的小国，这个是赖索托，他也把他的纺织出口重心开始转到其他的国家去，亚洲、欧洲等等，就是不跟你美国做太多的交易。而这一场关税战，其实美国老百姓反噬才正式开始，因为我们来看到的是来自于这个专家最新的高盛评估，关税战中的55%的成本，最后都是美国消费者自己要买单，企业的部分则是承担了22%的成本。而且我们现在从最新的民调可以看出来，美国的民众对于接下来美国的经济是呈现非常的悲观的一个状态。我们来看到最新的民调民众认为未来1年经济会恶化的悲观程度是超过2008年金融海啸的，近60%的民众都是这么想的。77%的消费者已经预期了圣诞节的物价一定会很可怕，一定会大幅的暴涨。4%的家庭说了干脆我们就不要过圣诞节好了。节目一开始要来请教委员怎么看了，贝森特才说要围堵中国大陆，现在却对北京示软了，这个被视为是一个外交上面的投降吗？他说要换大陆的稀土，代表现在美国是真的离不开大陆稀土吗？委员怎么看？中美之间的贸易大战、科技大战，我们现在发现有一个情形，就是美国人在中国的胸膛上捶出了一个大伤口，在屁股上捶了一个大伤口，但中国直接把美国的脖子给捏住了。所以谁会先死就很清楚了。中国现在出这个2招，对美国的打击是非常重。第一个就是稀土禁止出口，那它现在是管制出口，但事实上是一种准备要禁止的态势。第二个啦，它的储能锂电池也一样列入管制，要禁止出口。这2样东西只要说下令完全不出口到美国去的话，美国的工业股票还有包括
AI 的股票会一时之间崩盘，那我们台湾的台积电就准备关门了。为什么会这么厉害哈？因为你要知道哈，台湾台积电都傻傻的，那个晶片哦，大概要做好几层，那每做一层的时候就要把它磨光，磨成原子级的平面，完全平躺是原子级，不是分子级的。结果要把它打磨这个东西啊，要跟日本的信越化学买氧化铯，一个金字旁市场的铯才做得出来。那这个信越化学用氧化铯的液体，当然做得非常的好，全世界其实独一无二。但它的原料就铯这个东西，全世界只有一个地方有，叫做中国。所以中国如果跟信越化学讲说要我卖给你啊，你不只卖给台积电，明天台积电关门了。那你所有看得到的微电动马达，现在微电动马达很多啊，机器人的关节啦，那微电动马达，汽车啊，火箭啊、炮弹啊、飞弹啊，那种微电动马达多了很多，包括那个什么隐形战斗机啊，调那些东西，很多都微电动马达，通通要稀土，没有稀土做不出来。那请问各位，如果中国拉狠了，把它 K 掉，举个例子，台湾一年要用到的稀土啊，不是从间接的衍生品哦，间接衍生品多得很，直接进口的稀土的6000公吨，起跳6000公吨，去年将近7000公吨。那请问各位，没有的话，中国顶多少赚一笔钱而已啊，那没有的话，台湾的半导体股票马上砰，对，那什么跌11%。不值，大不值。当然不值啊，因为很多人不晓得稀土厉害在哪里。那你说美国有没有稀土？有啊，你提炼不出来，为什么？要做到半导体这种微电机的永动电池的那个磁铁的时候，要做到什么？一定要什么？像铯要提炼到比丽江郡的黄金的纯度还高，要到99.999。丽江郡的黄金只有99.99而已哦，它99.99三个9，999，没有你打磨不到那个原子级的平面，那原子级平面打不出来的话，你上面没办法画线啊，你整个凹凸不平的画，那这到时候做出来半导体是不管用的，所以你这一招很厉害。第二招就是什么？储能电池，所有的算力中心都要有储能电池，因为什么？怕它中间断电。就有点像说我们家楼顶上有个储水塔一样，不是直接从自来水厂把水引进来，自来水厂可能供应的水源不稳定啦，所以你要先储水塔先储完水再给我们再用，那个一定要有，要不然以美国的那个发电系统啊，动不动断电的话，你那个算力中心要烧掉了，而且那么贵，动不动1000亿美金的，所以一定要有储能电的。那中国说，磷酸锂铁的储能电池可能不出口，那就晕倒了，对不对？就晕倒了。你讲 AI 讲了老半天，你的脖子被掐住了嘛？都被掐住了。所以贝森特本来讲得很大声，对不对？你跟全世界作对，中国还不够狠，中国应该讲说，你美国把关税对全世界关税取消，我再卖你稀土。哇，其他国家就很开心啊，给中国鼓掌啊，对。所以我是觉得。战争刚开始而已。好，所以中国大陆现在其实对于美国是非常有手段的，掌握2大的王牌命脉啊，不管是稀土或者是这个锂电池哦，把美国掐得死死的。那另外一方面，这场关税战，储能锂电池，储能的锂电池，好，这2个都是大陆的王牌的杀手。那其实呢，除了这个来自于大陆的2个王牌之外，我们来看到美国现在自己则是承受关税战的反制。现在即将要到来的年底的旺季就是美国的圣诞节了，现在消费者非常的没有信心，他们觉得接下来很多商品恐怕都买不起了。厉将军怎么看？我还是要讲《孙子兵法》。《孙子兵法》有一句话叫“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杂于利而物可信，杂于害而患可除。”他意思是说，你要做这很之前，你一定要这个敌人的利跟害，你都要很客观的来做分析。那对你有利的，你当然你就可以采取这种政策。但如果说你发现这中间来讲的话，对你有弊病、有伤害的地方，然后你就必须要想办法把它去除掉。那我们看一下，假如说我们将中美这场贸易战定位一场战争来讲的话，那这个川普在开战之前，他有没有考虑到这个贸易战一打下去，对他来讲什么地方是有利的，什么地方可能会因此而遭受到
这个贸易战的伤害哈。所以我觉得他完全没有考虑到，他原来只是一厢情愿的认为说是我借着这个关税哈，让所有制造业重回美国，让美国再次伟大。可是他没有考虑到很多的细节方面，譬如说你美国很多的物品来讲，你自己制造的人工成本，或者你要进口的原料，已经不是1920年代的那个时期了，对不对？你工人的成本已经推升到很高了。那如果说第二个就是你这个很多的制造业在你美国有没有这个时间哈，这个马上很快可以建立起它的生产链出来。比如说你不要讲别的，光一件成衣来讲的话，你盖个工厂就要多久？那不是短时间一触可成的。那中国已经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制造工厂，最大的制造商。那它可以提供全世界很便宜、物美价廉的物品，那全世界都需要嘛？那你现在贸然实施这种关税战，你只是一昧的，只是表面上面你提高关税，把这个中国便宜的物品挡住，不让它进来。但是问题是说，你的老百姓还是需要这些物品啊，食衣住行有时候是生活必需品。你说有些娱乐的你可以这个减少一点，但是生活必需品你就必须要有。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这个美国来讲啊，当然一定会推升它的物价，因为这个关税进来以后，到最后还是老百姓自己要吸收嘛。现在果然证明是如此哈，老百姓他吸收这个关税要到57%，对，然后企业来讲可能吸收22%。那不管怎么样，美国老百姓就是要吸收这么高的一个关税价格，当然推升整个物价。在这种状况下，他们评估哈，就是今年来讲的话，圣诞节这个一般家庭来讲的话，他原来准备要这个买的东西哈，已经比去年减少10%。本来他预定，他现在只能买平均啦哈，$1595的这个买圣诞节的礼物。你知道圣诞节在美国是非常重要的，不管是家人之间互相赠送这个礼品，或者是大人给小孩赠送礼品，晚上对不对？圣诞夜一定要在这个耶诞树下面摆一个很漂亮一个礼盒，代表全家的一个团圆哈。所以这个对美国来讲很重要一个仪式感。那今天来讲，它就减少它的这个过节的这种金额来讲，已经比去年减少10%，这就是很明显的这个美国的一般老百姓由于这个关税的问题推升了通货膨胀，然后推升了物价哈，让他但是他的薪水又没有涨，在这种情况下，他只有减少自己的支出，或者干脆不过节。是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一场关税战，刚刚讲了一系列哦，这个对美国的冲击，其实大从这个晶片啊，到军工，到能源产业都会受影响，小到这个一般民众的民生也都会受到严重的重击。那我们也要来看到，现在来自于《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他们认为说呢，现在习近平的招式哦，就是他已经看透川普的命脉了，他知道了川普现在最害怕的就是美股暴跌，如果美股暴跌的话，再加上经济衰退，将会重击到的是这个美国接下来的期中选举。那现在呢，来自于专家也特别讲到了，这个股市一崩啊，可能的跌幅最高，最少可能会达到11%，这是来自于大摩的市井。当然了，委员刚刚也特别补充嘛，这对于股市的冲击，如果没有稀土的话，对于接下来工业、AI 股等等，都会有非常大的一个跌幅。那现在目前呢，根据经济学家的最新统计，全美已经有22周，实际上都已经被发现陷入在衰退的状况，尤其在加州，失业率现在来到了5.5%，今年已经流失了21万个工作机会，这些都已经是实质的经济数据了。如果他们认为加州跟纽约的经济在恶化，将会拖垮整个美国的经济，这个是习近平掌握到川普最致命的弱点吗？会对于接下来期中选举有什么样的影响？那川普会怎么应对？赖老师怎么看？这个只是一部分啊，因为我们讲的稀土管制，这个才是最重要的部分。因为大陆还有很多稀土没有拿出来，如果再慢慢的把更关键的，例如说铝啦这些关键的稀土再放进来的话，它可以把所有的 G7 的工业国家它的现代化，不只是 AI 哦，它是连现代化都全部都打垮。那也就是说，你不会再是一个文明的现代化的国家了，因为你制造的所有的产品都需要各种各样的稀土，不管是镜片，不管是半导体，不管是电池，不管是风电，不管是电脑，你所有能够想象的东西，你只要是跟铁有关的，它都需要稀土。那你没有的话，你什么都做不出来。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只是说中国大陆现在是在跟美国、跟欧洲的国家演示
什么叫做实力说话。美国人很喜欢说我实力说话嘛。那中国大陆一直不愿意用实力说话，不愿意，不是没有，也不是没有能力，有能力，但是不愿意用。好，那现在也就是告诉你了，告诉你美国人说，那我就示范一次给你看看，什么叫做真正的实力说话。好，我们来看看川普的这段时间的讲话，已经到语无伦次了。那这代表什么意思？他没招了，没招，那也就是对于川普来讲，他只有唯一的选择就是屈服，他没有任何路走，就是屈服。好，谢谢赖老师。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接下来的中美晶片战要带观众朋友来特别关心到的是玉衡这个技术，现在正式的亮相了。今天要来关心的是，这终于是开启了晶片亚埃及的一个技术的新时代。另外就是在关心在深圳的半导体展上面，新凯来这次首次的突破了美国的 EDA， 它的子公司突破了美国的 EDA 的封锁，两家子公司的最新技术，等一下都会带观众朋友一起的来看。今天3个火线话题，我们会请来宾来帮我们做解答的。第一个哦，这是来自于清华的玉衡，现在真的是横空出世，震撼了登场。它是全球首颗达到了亚埃米级的光子晶片，正式的问世了。等于是大陆现在杀进了量子级的战场，美国的封锁现在真的已经正式突破没有效了吗？另外，今天也会来关心，之前美国不是针对于大陆的 EDA 做一个封锁吗？那么现在新凯来是不是它的子公司有所突破了呢？终于是有了这个国产设计的软体，而且效能根据了解是超过美系的，达到30%，也代表说美国再也没有办法封锁大陆的 EDA， 是这样子吗？第三件事情，我们看到中国大陆现在正式的进行了在晶片战的反攻。刚刚提到的这个光子晶片，再加上 EDA 一起做双线的突围自建的体系，其实他们说这 EDA 的体系是复制于美国之前的3巨头的路线的，代表现在大陆也可以做起自己的半导体霸权了吗？今天我们都会就这些议题一起的来做关心。我们现在来关心的是，美国他一直觉得说靠着这个 EUV 跟这个 EDA 的设计软体就可以把大陆给锁死，但是没有想到，我们最近聊的这个清华大学是它寄出了这个叫做玉衡的重击，来打破在晶片上面的一个封锁。正式的，它的玉衡光子晶片问世了，它是第一颗的亚埃米级的光谱成像晶片，在北京正式的诞生。我们先来看到一些细节哦，这一颗只有2公分的的光子晶片哦，这个叫见方小晶片，它有什么样的特性呢？其实这细节比较困难一点，等一下我们请委员来帮我们做一下解读。它是可以一次来快照捕捉，包括全空间啊跟全光谱的一个资料，分辨的精度是可以达到埃米等级的。那么根据了解，它可以达到400到1000奈米的宽光谱的一个范围，等于是说未来只要靠一镜扫描就可以完成扫描的范围，达到了像是战场无人机、卫星侦察，甚至医疗检测、军事化学侦测等等的一个范围。节目一开始要请教委员怎么看这个首颗的玉衡晶片，它的威力在哪里？还有未来可以应用的范围，它可以突破来自于美国的晶片封锁吗？首先，什么叫埃米级？就是0.1奈米叫埃米级。我们现在讲的是什么？2奈米、3奈米很了不起，它是0.1奈米啊，这是埃米级的。而它这一套厉害在什么地方呢？我来不要讲得太深，我来解释一下哈。就是我如果用个手机，现在要拍我们美丽的这个思敏，好，整个拍很清楚，我很感谢啦哈。但是说如果要拍这个思敏哦，一根眼睫毛，你手机就不一定拍得起来，因为你那个光学分辨率手机就降低了，可是它为什么能够拍到0.1那个奈米这么小的呢？用猜的，用猜的，什么叫用猜？叫做可重构计算光啊，就是我从这边咔嚓，从那咔嚓，从那咔嚓，对不对？那光线是模糊，对不对？可是经过 AI 的计算模式，它就可以把你拼凑出就是你那一根眼睫毛的长相。
那或者说在做晶片的时候，可以做到这种程度里啊。以前不是我那个什么 EDU 啊，什么画得很细很厉害，多厉害啦，可以波长小到什么程度啊？他说不用啊，我用比较粗的光，我拍个2次，我猜中了，出来就是这个样子的。那个叫用人工智能去控制光线，然后去用猜的啊。猜出，就像说我在这个画一幅画很漂亮，没有了不起啊，我这样拍，就猜出来毕卡索画是怎么画出来的。它是用这种人工智能方式，叫做可重构计算光。好，光是用计算出来成像的，所以你才什么我一键扫描完成，就是这样扫描出来的啊。什么战场无人机可以用啦，卫星侦察仪啊，因为它的光学分辨率很高。什么叫光学分辨率啊？比如说我们看彩虹彩虹大概就是7种颜色，了不起看出7种颜色啊。那如果说你说我可以看到15种颜色，其实它的波长是很长的。你可以看到15种颜色，哇，那表示你是超人了。问题是这种光学可计算重构光厉害到什么程度？连那个波长0.1奈米的差距都被分辨得出来。所以你在画那个电路的时候，你就知道厉害了吧？所以它这个新型的加工手续也就是我们突破的传统上面，我们一定要做那种深紫外光，怎么做到什么程度？或者极紫外光，用那个什么锡球很小的锡球，液体的电浆状态，然后把那个雷射打进去，产生的这种极紫外光，很细的这种很短的这种波长的这种光线。才能够在那么小的范围里面去把照片拍出来。是，那个其实画线其实就是拍照的意思。是，他说变啦，对不对？我这样用一种特殊的光拍，我用电脑集成猜就可以猜出这个线路图了，厉害吧？是，所以这个技术竟然已经上了《自然》杂志，对，表示它被科学公认是可行的。自然杂志是很有权威性的。是，那代表说突破了 EUV、DUV 嘛，这些都未来都需要。现在就剩下商转了，因为可是另外一个人又发明就是叫平行多工系统，因为你拍的时候还要那个机器能够动快速能够动那我知道另外一家好像不清华大学，谁发明是多工系统。那如果中国大陆自己多种东西迟早会拼出崭新的光刻机。是，那如果是这样，就可以正式突破来自于美国荷兰跟这个艾斯摩股票也跌。艾斯摩要注意一下了，来自于他们的封锁就可以突破。那其实呢，另外就是来自于美国的封锁的还有 EDA， 大家记得吗？这个之前几个月前针对于大陆的这个封锁，就是在中国的设计的晶片端。那确实在这一次的深圳湾的一个展上面，却有一个重磅消息是来自于新凯莱自己宣布的，他旗下2家子公司有办法突破于美国的EDA 封锁。第一间子公司叫做启云方，它推出的是国产 EDA， 同时能够取代的是原理图的设计跟它的 PCB 的软体，可以来填补高阶设计软体现在国产化的一个空白。第二间公司来看到的是这一间叫做龙汉科技，那这项关键技术是5奈米的。可以是3奈米跟5奈米晶片研发的核心设备，它推出的叫做超高速即时示波器，有一点复杂。总之，它就是可以自主化，是这样吗？赖老师怎么看？我们上次有在这个节目讨论过EDA因为也就是那个时候的吃土战，吃土战以后，后来川普他们不是对于这个波音的零料件停工，还有就是这个自动化的软件设计系统也停工。那时候我们也在这个来讨论的时候，这个蔡委员有介绍了 EDA， 就是电子设计的自动化软件。对，全世界就有3家公司会做，一个就是德国西门子，另外2家是在美国，包括新思科等等那当时因为西门子德国它也受迫于美国的压力因为他们本来是希望说你美国归你美国，我西门子归我西门子，因为对于德国来讲，他也害怕中国大陆反制嘛。但是当时的谈判就是把德国拉进来了。那后来谈判的结果就是说，好开放就是说原本的宣布是禁止，后来开放，那中国大陆交换稀土。当时我们在这边讨论的时候，就是说这个会突破，只是没有想过这么的快，快到这个地步。我觉得最主要的是，当时推断是会突破，只是太快了。那这个就跟新凯莱当初他宣布
说马上会有重大的消息要跟大家来分享。果然，他没有让大家失望。可是您知道他这个公司的股权在哪里吗？在深圳市政府。哦。它是属于深圳市政府的投资的一家公司。是。那它本身原来的募资也不过就是20-30个亿而已。现在它的市值已经是100多亿美元了。那它可以帮谁呢？它可以帮工程师在设计 IC 或者 PCB 的时候啊，让他们更加的有效率。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它比美国现在所用的还要更有效率30%到40%。第三个就是大陆的工程师已经有2万个人在用了。所以它已经在市场上已经被工程师在用了，那已经证明它是非常好的啊一套软件。那这样的话，美国跟德国的这个原来的垄断，那他们的地位就消失了。而且中国做的比他们还好，目前来讲排名第2名。是啊，那个是很厉害。另外，您刚刚介绍的第3款就是很复杂的，那叫示波器。示波器简单的讲就是这样子的，让工程师能够用图上看到电子讯号。这不简单哦。我们知道，一般来讲，电子讯号你也肉眼看不见，可是这个示波器，因为它是3到5奈米，它可以让工程师用肉眼可以看得到它的图像，因为它本身可以把电子的讯号还原出图像来。是好。承接刚刚赖老师他帮我们特别提到，在全球 EDA 上面，过去垄断的主要的厂商跟国家是来自于德国的西门子，还有美国的新思，另外一间叫做坑腾。那其实现在大陆根据了解是学同样的方法，用3大巨头来全力发展他们的研发跟做并购。那这3家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新凯来之外，还有另外一间叫做华大9天，还有一间叫做盖伦电子。总之就是要来去美国化，那还有美国还能卡多久？能够翻盘吗？厉将军又怎么看？那我先解释一下 EDA 哈。假设说我们这个晶片哈，就像是假设必须是一栋建筑物来讲的话，那你要设计这栋建筑物，设计师会先问你说，你这栋建筑物是要做什么？是要医院，还是要做学校，还是做办公大楼，还是要住家？那里面管线的配置结构都有很多的复杂哈。那晶片类似这个设计，就是说我这个晶片将来要做什么，那我就要去设计这个原理哈。所以 EDA 就是设计晶片的，那让这个晶片将来能够符合你所需要的。那 EDA 来讲的话，等于说是你要做一个晶片，有3个很重要的关卡。前面是前端连接哈，前面来讲我们要做什么用。第2个来讲的话是机器制造的过程，最后来讲就是封装哈，这个晶片功能有没有用？所以整套的流程都需要 EDA。那当然，中国在2018年的时候，他已经感受到中美贸易战一定会对这件事情卡脖子，所以他在“14-5”，也就是2021年到2025年这个时间来讲的话，他的“14-5”计划已经将这个 EDA 列入他所谓的卡脖子的技术清单哈，就是说我已经知道说是2018年，我已经知道说是你美国将来会在 EDA 对我实施卡脖子，那我要开始有计划的发展。那时候他就列入他的补助计划，包括北京跟上海这2个城市，你只要去设计 EDA 的，我就补助你的研究经费的50%，由我政府来补助。那在这种状况下，经过这几年的努力，我们看到这个大陆来讲的话，它现在这2家哈，就是所谓的华大跟9天来讲的话，它慢慢已经有所成就了。那目前来讲，去年来讲的话，它只占国内中国自己国内的份额只占12.5%，但大部分还是用刚刚我们讲美国那3大的企业。但是在今年来讲的话，它已经提升到占全球的10%，也就是它逐步已经上升。可是美国如果说对中国 EDA 这个管制的话，确实是双面刃。第一个，当然你会伤别人；第2个，你一定是伤自己。为什么 EDA 最重要的是人才？那你东西你不卖给中国来讲的话，那你人才你就没有钱去发薪水嘛？没有钱去发薪水，这些人才就不会来。因为 EDA 跟其他的晶片不一样，你可能其他需要产业链或那 EDA 最重要的就是人才。那现在相对的是中国有很丰富的人才库。那现在美国自己又要搞一个什么 H1B 的那种签证，管制人才到美国去。那这些人才刚好就留在中国国内哈，这种懂得这个软体开发设计的人才。所以我觉得在这种在这个状况之下，中国来讲应该很快。那现在新凯来自己都已经推出2套了，那而后来讲，我想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一定可以加速它的进展。好，谢谢厉将军。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
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观众朋友，今天节目我们要来关心在中美之间的这个海上霸权哦。首先是来关心的是美国的这个修建厂现在倒闭了，所以会导致什么问题呢？10艘的航母接下来如果坏掉的话是没有地方可以做维修的，尤其杜鲁门号都已经坏了8个月了，到现在都还没有修好。另外一方面，我们也会来关心的是大陆的核航母哦，这个004终于是开工，我们等一下会来做它的战力上面的关注之外，今天也会来关注另外一个是大陆的水桥巨舰正式的亮相了。外国媒体是这样形容的，他说简直是重现诺曼底登陆的景象，代表3次世界大战正要开启吗？等一下我们就会就这些议题来特别做关注。真的，美国海军这一回是出大事了。刚刚提到的嘛，唯一一个在美国能够制造蒸汽弹射还有修理的这一间公司，正式的宣布破产而且接下来会停止营运。什么意思呢？就是10艘的尼米兹级的航母的弹射系统维修线等于全部都停止了。尼米兹级的航母未来如果坏掉，要去哪里修呢？现在画上一个大问号。尤其我们今天要来看到的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杜鲁门号。今年2月的时候，在地中海不慎遭到商船给冲撞哦，导致舰体破洞。但是呢，现在根据了解是没有办法做任何维修的，一直要到2026年的10月才能够进场，才能做维修跟这个开启它的维修系统。再来看到的是，除了尼米兹级的航母现在维修出问题，福特号呢，现在呢我们也要看到它有一些的问题也出现了，即使是换上了电磁弹射，但是也是很多的问题。目前它已经实施过超过2万次的弹射，3万次的着舰测试，平均600次会出1次故障。但是呢，现在看起来好像没有到非常的高，但是目标是4366次的零故障，这个数据真的还是差太远了。到底怎么回事？美军还能维持在全球的战力吗？尤其如果它的航母无法做维修的话，委员怎么看？这一家专门在做蒸汽弹射器的公司叫 Babcock 就是翻译成巴布科克这家公司在19世纪成立，是一个很老牌的，做锅炉做核子反应炉然后它目前是宣布破产、停止营运，可是被另外一家公司接管所以目前营运状况不是很好，但是不至于到完全没办法修的，没办法提供服务的地步可是为什么它这个会被视为破产倒闭啊？它的股价本来还在30块美元，这2天已经跌到1块钱了。跌1块钱，哇塞，不是黄金还好，还好没买。所以跌得惨兮兮，几天1个礼拜而已就跌了1块钱那为什么？因为他没有生意。那为什么没生意呢？因为美国现在在做的所谓的那些核子反应炉都比较新型，它是旧型的。然后美国即使说要做航空母舰的弹射，现在以后通通改成电磁弹射，已经没有人改蒸汽弹射了。所以它订单没了。订单没了以后，现在美国要做的这些什么蒸汽炉锅炉它也没有什么钢铁厂，也没什么造船厂可以去弄。它本来就是做这种很重要的航母里面的零组件的。那我问你一件事情，现在美国有没有做航母也就是甘乃迪号做了，跟它没什么关系所以是因为生意没有了，那很自然的每天都花钱，每天花钱，就出现问题。那这个尼米兹号的航母，比如杜鲁门号，前几天那个伟大的总统川普还在前面演讲，就用一个布盖着遮羞布，面膜，好像比较好听一点。为什么？因为他第一个他没有回去没有船坞可以修，第二个很好笑，他回去没有焊接工人可以修，第三个里面要改很多零件，他零组件送不上来。所以有的地方已经修补了，但是被撞坏的那一部分还没有办法修补，但是已经开出来说耀武扬威了嘛那我们就面对一个很现实问题，好吧？你不用蒸汽弹射的供应商已经破产，现在在破产保护了重新要去营运，可是你电磁弹射的效能也很差，它电磁弹射的那个损伤率还不到。效率还不到中国的2%还不到，你看嘛，这个600次1次故障，对
那不是开什么玩笑？而且更惨的，F-35现在还没办法上舰去电磁弹射，这个才离谱。现在他谈的都是什么那个什么 F-18啊之类的东西，那你不是用逆中战机要增加你战力吗？一个最新的航母没有办法弹射逆中战机，而且更惨了，比较重的预警机它也还没办法弹射，所以美国这一次的福特号的缺点啊，很可能在下一次的甘乃迪号才会全部更正过来。但这整个系统就表示，第一个，美国的制造业整个系统坏掉了；第二个，美国的国防部的管理人员有问题了。为什么政客换来换去？有些国防部长根本搞不太懂这些东西的，所以他根本没有办法管理一个很现代化的航母。是好，所以我们今天特别要来比较，就是美国跟中国大陆的海上战力。这边是美国的航母，现在其实在各种的问题上问题频很多。那其实我们现在来看到的是大陆的航母，我们今天要来看到的是2个，第一个是福建舰，那另外一艘我们今天也会来关心的是004的核动力航母。好，我们先来关心的是福建舰。其实呢，2024年5月它开始做首次海试，到现在已经完成了这个关键的弹射试验，不到1年，现在呢，根据媒体的报道，已经有多项重要的突破了。这个是来自于福建舰，另外就是它的这个004核动力航母了，确定在大连造船厂已经动工了，排水量11到12万吨。搭载的是龙威反应炉，航程几乎就可以达到无限哦。那电磁弹射之外，它拥有的设备还有这个全尺寸的飞行甲板。那专家也这边做了一个透露，说未来中国的目标是2035年之前要打造6个航母的战斗群，其中有4个是类似的，就是核动力的航母。赖老师怎么看？大陆的已经正式进入蓝水强权了吗？当然是因为。从习近平宣布啊，中国大陆不只是一个陆权大国，更是一个海权大国啊的时代开始，中国大力的发展航母战斗群，这是一个必经之路，也必须要走的路啊。全世界可能只有中国大陆是同时具备陆权大国跟海权大国双权的一个国家，它可能是全世界唯一的。美国是一个海权大国。可是美国绝对不是一个陆权大国，是，但中国大陆却是啊，这个不简单。而且中国大陆的人口基数够啊，例如说14亿人口，它只要它的人均啊这个国民生产所得一直升高，你想想看，如果说假设今天大陆的人均那个国民所得它是3万块美金，假设了，那就等于是美国人的1/2而已哦。哦，美国如果说是6万，大陆只要是3万，可是14亿人口。美国的中国大陆的综合国力就比美国多2倍到3倍，那中国大陆的整个国家的总预算那就比美国多5倍左右，那不得了啊！所以你就可以看到一个国家可以强大到这个地步，这个当然你以后 G7 所有的世界的总和可能都不到中国的1半，是啊，这个就是未来的一个趋势。那中国很有可能已经就是说中国已经注定要成为，如果它的政局稳定。经济继续这样子一个5%的左右的一个发展，中国大陆成为全世界的第1强权的情形下的时候，你说它的海军6个航母战斗群可能都不够用，因为它会随着它的一带一路走到哪里，它的航母就要发展到哪里。只是我们没有想到，这个核动力的航母这么快。原本我们的估算是认为说，第1艘的辽宁舰。华跃式的，所以他根据第1艘的经验，那么自己做出山东舰也是华跃式的。那中国大陆第3艘是电磁弹射的，可是是常规动力的。对。但是第4艘一般来讲，如果也是这个常规动力的电磁弹射，那它就是很稳健，可以再复制1艘，甚至吨位大一点。可是没想到说会用核动力。用核动力的话，它的吨位就可以拉大了，因为一旦采用核动力了以后啊，它的这个核燃料棒50年才更换1次就可以了。那这就是刚好您刚刚所讲的，它的动力系统，那就是等于是无限使用的。如果一个航母的动力系统可以无限使用，它的补给舰就不用燃料补给舰来去跟随了。过去你看，不管是这个辽宁号或是到福建舰，它是用传统的柴油动力潜舰，所以它的燃料船要跟在后面走，因为
它的燃料用完了以后要补上去，所以它的这个补给舰本身的维护跟负担就很重。但是，一旦是核动力航母的话，它根本上就不需要这个燃料船跟着走了，只要补给舰跟着走。那你想，如果说大陆制造出6艘的话，对，6艘的航母，2艘在维修，4艘就有战斗力了。即使它训练舰，它也可以随时转化成为任务舰。所以它等于是确保有4艘的任务舰可以执行勤务。一般来讲，在一个小战区，在一个战区，2个航母战斗群足够应付一场战区的一个战争。那你想想看，4个航母，它可以同时进行几个区域的战争。是。好，刚刚我们看到的是这个大陆的海上战力，有关于大陆的航母现在最新的一个进度。那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请将军来带我们看到的是这个大型的登陆驳船，同样是来自于解放军的最新的这个武器。那这一次被拍到是来自于英国的《太阳报》，跟以前比较不一样的是，上一次呢发现它的时候它是静止不动的，但是这一次根据了解它是有在动的，有在前进的，所以说他们说呢，这个装备已经越来越成熟，甚至具备于实战的能力哦。这是来自于英国《太阳报》的说法，并且他说大陆现在正在建造的是5艘同型的，这个叫做水桥登陆的驳船，上面有一根一根的，其实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等一下可以请将军来特别带我们解析。那总体来说，它是具备1天可以登陆800辆的战车跟装甲车的能力。太阳报是这样形容哦，他说这种大型的驳船让他想到的是1994年的诺曼底登陆作战，可以来做相提并论。它的主要战力还有它的船速啊、载重等等，请将军来带我们看细节。你知道2栖登陆作战倒不是说是我担心的，倒不见得是075和076071这种2栖登陆舰，这种来讲只有第一波的战力。那最担心的是后续持续的战力。因为一个士兵身上最多只能带150发的子弹，4个弹夹加枪上5个弹夹，1个弹夹30发，那你打完就没有了。如果后面的弹药没有送上来，你就没有。那阿兵哥也要吃饭了。对。所以说，通常第一波上去，我们讲红色沙滩是指讲这个沙滩的坡度是30度。为什么30度呢？因为30度的话，这种开口笑那种船，我们叫 LST 就贴上岸以后，它甲板放下来，刚好就在岸边。战车、卡车可以持续的上岸，但是这个船如果说是第一波的物品放下来之后，它这条船还要再退回去装载第2波的物资才能够送上来。所以如果说没有持续的后勤补给或者重装备上岸来讲的话，这个登陆是一定会被推到海里面去的那诺曼底登陆大家都只看到滩头那边，但是你知不知道，从英国他们拖了一个浮动码头，直接拖到诺曼底去。那让用这个浮动码头，让所有的货轮可以靠这个码头以后，将它的战车、将它的补给品、将它的卡车，然后上了这个码头后，才能源源不绝给登陆部队来做后勤补给。那我们现在举例来讲，如果说第一波登陆上去之后，大概你顶多只能建立一个我们所谓滩头堡在你这个地方，你一定要夺取人家的一个港口。你有了港口之后，你的货轮才会进来。就像我们现在经常。这个美国也一直在讨论说，中国发展很多滚装货轮，它滚装货轮就是战车可以持续下来嘛。那如果说是有这个水桥船的话你看它前后相连接，它前面那个甲板放下来，后面那个甲板放下来，那跟后面那条船又连接在一起，大概就可以连接很远。我举一个地方你就知道，你有没有去过台中有一个风景区叫高美湿地？有。那你想想看，高美湿地。那个船根本就开不进来，因为它水深大概只有到膝盖那么深是。但如果说这种接驳船在外海之间它用这个一条接一条，是不是就是战车直接从这边就直接开上来了？直接从以前我们不认为那个地方可以登陆，像这个地方不适合，我们就我们把它归类为绿色沙滩，就是不适合敌军登陆的地方。红色沙滩只是因为它 LST 可以上岸。那如果说是有这种船的话，它就没有这个海底坡度的限制，它所有的沙滩、所有的海岸，它的战车都可以接上来。那你看，如果说等于说这些船连接在一起，就等于一个海上的浮动码头，可以有利它后续不管是重型战车、后勤补给品源源不绝的上岸。那对我们来讲，威胁是很大。所以这个，然后我觉得我个人如果说以防卫作战来讲，我觉得这个对台湾的威胁是最大的。好，谢谢厉将军。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
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接下来在军事上面，今天要特别来关注到的是中美之间的坦克呢，在南亚这边展开了对决。对决的是两个国家，第一个就是巴基斯坦巴铁，他拿出他的59D。那另外对决的另外一个国家就是阿富汗，他则是拿出了 T55跟 T62。今天要来关心，因为大陆的武器在这一场包括了巴基斯坦跟这个阿富汗的战争当中是获胜的，战力到底如何？今天会来做比较详尽的解析。南亚火库真的现在是越烧越旺，尤其现在各国都要巴基斯坦跟阿富汗，就是大家冷静下来，真的不要再打了。没有想到就立刻传出了事件，这个是在喀布尔的北部，这个地方叫做凯尔卡纳，传出了连环的爆炸声。阿富汗的媒体说，这个就是来自于巴基斯坦的最新的一个空袭。那巴基斯坦的军队也宣布了，确实现在是击中了这个对面的塔利班的阵地，那造成至少有20名的阿富汗士兵阵亡，而且现场还有上百人因此受伤。除了在关心这个战情之外，我们今天要带观众朋友就武器面，我们要来关注的就是这一场战争当中的钢铁对撞，一个是来自于巴基斯坦的59D对上阿富汗的 T55跟 T62。巴基斯坦的主力这个59D呢，它是搭配于大陆的红箭8反坦克导弹，还有它的防空系统、夜战火控等等，那进行的是远中近的3层防线。塔利班它的武器则是没有这个 T55跟 T62，没有主动防御，也没有数据链跟夜战的系统，那是立刻就是被巴基斯坦的武器给歼灭了。这个火力规模这样子再打下去，真的这个战争有可能停吗？还是有可能会失控？厉将军怎么看？我觉得会停了哈。为什么我这样讲？如果纯粹从军事角度来看的话，其实这两个地方，这两个国家来讲的话，我们必须要，阿富汗它事实上只是一个游击队的实力哈，所以它的武器来讲的话，几乎都是24世界大战老旧的武器，包括 T55坦克。那大概是韩战那个时代啊所出来的战车，那当然巴基斯坦也没好到哪里去哈，它59D事实上也是同一款战车，只是加以改装以后先进，加装了一些防护装甲，还有加装一些这个夜视装备，然后加上一些电子计算机，当然那就比它强很多了。那另外来讲，巴基斯坦毕竟是正规的军队，它除了说是陆军有这种比较先进的战车之外哈，它还有空中的优势。还有 F16战机，也有中国支援给他的，卖给他的枭龙战机，歼十系等等，可以说是在这个地方或有绝对的空优。那在这种战力对比之下，那如果说对这个阿富汗来讲的话，绝对是碾压的战力。但是相对的，阿富汗来讲的话，是号称帝国坟场哈，它那个地形还有它那个地方来讲的话，你的战力也不容易发挥哈。它可以以这个国家，这个阿富汗塔利班可以跟美国对抗周旋20年，然后没有投降，没有被打垮，那你想想看，他怎么可能会被巴基斯坦击垮？所以我觉得这个边界问题哈，只是这一阵子的，虽然说这次的冲突是非常激烈，但是我觉得双方都没有持续作战的持续战力，那很快大概就会告一段落。好，一边是来自于巴基斯坦有稍微比较完整的军队，还有这个武器，那另外一方面，阿富汗的帝国坟场对上，那这场战争还会持续下去吗？赖老师又怎么看？这个战争打打停停，停停打打啊，不会停止啊，但是也不会恶化。这个最主要就是因为，巴基斯坦对于阿富汗没有领土的野心，所以他不会像美国一样派出地面部队进入这个阿富汗。那因此，阿富汗要利用它的地形啊，在就是我们所谓的帝国的坟墓，这不会实现嘛？因为巴基斯坦不会把地面部队投进去嘛。所以这个战争就不会这样打的。这个战争一般来讲都是属于惩罚性的战争，也就是对巴基斯坦来说，如果是在于这个阿富汗的内部，它是用轰炸的方式来打，因为这个对阿富汗对巴基斯坦有绝对的优势，而阿富汗没有强大的防空能力，所以就是任巴基斯坦怎么炸，这是第一个部分。那阿富汗唯一能够报复的手段，就是在边界线上用坦克来去轰炸
这个巴基斯坦的边界的这些村落。那以坦克地面部队来说的话，这个巴基斯坦的反击也会让阿富汗承受不了，因为武器的代间差，巴基斯坦拥有绝对的优势。所以巴基斯坦只要不越过边界，那么进入这个我们讲的地面的作战的话，只是双方的不断的在边界上轰来轰去，然后战斗机或者战斗轰炸机过去把阿富汗炸一炸的话，那你想阿富汗还能怎么做？所以我个人认为这个战争打不久，但是问题就是也不会完全停，要一直要到政治上的问题能够告一段落。我个人的推断是，大陆迟早会介入的。大陆因为目前来讲，唯一能说上话的，对两边能说上话的，就是中国大陆。可是大陆目前来讲不轻易介入，是因为还在观察。那目前阿富汗是要把这个印度拉进来，可是印度没有办法介入调停巴基斯坦跟阿富汗的事情，只会恶化这个阿富汗跟巴基斯坦的问题。好，谢谢赖老师。那同样的问题再请教委员，因为这个里面涉及到是巴基斯坦使用的是中国制的武器，那背后它的优势等等，委员怎么看？其实这3款刚好都是苏联式坦克的原产品，比如说 T55跟 T62这是苏联的坦克，然后中国大陆制造了59D 战车，它本来是从 T54发展出来的，但是因为这个 T55是36吨重，然后这个 T62 40吨重，所以 T59的重量刚好在中间，但是我们一般的讲呢，就把它设定为它是36吨，跟那个 T55重量是一样。不过它加装了很多的电子设备，比如说我们在这种炮弹的话，一定要测距。测距的话 ，T55跟 T62用的是光学测距，就是一般的光，然后59D 是用雷射测距，那是精准度当然会比较高。还有它的装甲本身你看那个59D 有没有最上面挂有那种所谓的爆炸反弹这个装甲，就是一种炸弹打上去，它反而会把炸弹弹掉了。理论上是这样。还有一种复合式装甲，你看旁边都有一种加上复合式装甲，有没有？那你看 T55就没有啦，就没有。所以这个在防护方面它比较强，然后在攻击方面，这个59D 也比较强。所以这么一比下来，你就知道谁强谁弱。那这一款等于军火工业，等于在全世界讲说，虽然都是苏联系统出来的坦克车，但中国改良版的远比苏联自己制造还很多。所以上一次是把法国的阵风战机给打下去了，现在把苏联坦克给打下去了，所以表示中国的军工业，特别是在陆战的设备方面，超越俄罗斯，因为俄罗斯的陆军的设备被认为全世界数一数二的那中国这方面的确超过去，而且电子通信各方面的，中国也比那个俄罗斯的现在的设备强很多。那当然有人会讲说，是不是阿富汗比较不会驾驶巴基斯坦，因为有经过中国军队训练，这也不能说错，因为阿富汗它虽然拿到这些武器，但是它并没有所谓的俄罗斯帮他训练的一个整套的系统。那我们只能说，这里中国武器赢一点，那里中国武器赢一点，所以中国逐渐在建立他自己的军火工业的世界威望。好，谢谢委员。地缘政治、内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今天我们要来特别关注，在这个微博，因为讨论度非常的高，已经到第2名了，所以我们今天要带观众朋友来特别看到的是这个缅甸的地下帝国，现在是满血复活。本来是说把它摧毁了，怎么现在又再次的复活呢？而且从废墟半年前的废墟，现在变成一个重要的王国，甚至他们的内部设施还有星链那是有什么样子的黑金在撑腰吗？变成了现在亚洲最大的地下国度再度崛起。
怎么回事？等一下一起的来做关心。它这个地点在哪里呢？就是缅甸的 KK 园区。现在整排新的大楼林立，规模更大了，而且设施也变得更先进了。今年2月，大家还记得吗？当时不管是中国、泰国、缅甸才出手歼灭了这个园区，短短半年满血复活，这边新增的这个大楼数量达到了数十栋，周边的这个道路交通建设已经变得更为齐全了。重点是它竟然还装上了马斯克的星链在这个里头，大家就在看说，难道马斯克也成为帮凶了吗？赖老师怎么看？这背后是有什么样的势力在帮忙吗？是国际黑金在撑腰来保护这一座地下国度吗？我觉得当然是这样的因为第一个他们的财力十分雄厚，而他们的财力是建筑在一堆人的痛苦、痛不欲生的那种痛苦的基础上，坏透了我们就讲就是坏透了这些人，因为每一个人被诈骗的人，不管是损失大还是损失小，有些人他是整个退休金全部都泡汤了，一生就没了所以有些人被诈骗以后跳楼自杀，有些人当然我们是反对这样做了但是我们知道这些人是非常坏的那他们本身的财力很雄厚，为什么？你看这一次美国破获的这个太子集团，它的比特币随便一捞出来就是150亿美元，那你可以想想它的财力有多雄厚，所以它专门挑在哪里？挑在边界线上。也就是我们所谓的三不管地带，那也就是泰国跟缅甸、泰国跟柬埔寨、柬埔寨跟泰国，他们专门挑这些边界线上的时候，在这个地方去建立他们的一个园区。可是你想，如果没有地方政府的支持，那请问一下，地方政府难道看不见吗？对，看得见嘛？你随便去问、去看一下，对，然后有没有经过审批然后去看一下它营运什么项目，对。这个一点都不困难的事，但是很明显的就是跟地方政府，还有跟地方的军头，而且一般来讲，这种泰缅边界的地方，尤其是缅甸，他们的地方都是属于，还有泰国，他们都是属于武装人员，政府根本管不到，那武装人员在把持，所以他们跟地方的军阀、跟地方的政府，他们勾连了以后，所以他们的基础设施就能够得到这个政府的供应，然后他们自己本身的财力很够，他们就建立起一套生态系统。这个生态系统建立起来，他们还要建立海外的生态系统。为什么？因为他们要到日本去招工，他们要到韩国、要到台湾、要到很多地方去招工。那招工以后，就是招揽这些人来，还要有一套作业的很绵密的把这些人骗到泰国去。对，他们很大部分都是经过泰国或是柬埔寨的这个管道进去的，是到了泰国了以后，再让他去误谈，以为他到公司去了以后，接着护照就扣住了，人就被用面包车带走了，就直接带到园区里面去。所以有多少的这一些受害者，对，也就是被骗过去的人，然后他们变成一个诈骗犯，然后他们再去诈骗这些人，这个钱的金流要进来，可是不要忘了。在大陆来讲，一破获就是枪毙。美国一破获，刑法就是40年。好，这个黑金产业链现在在全球可以说是逐渐的规模越来越大，而这背后其实呢也有政商之间的一个结合，尤其许多人都是知名鼎鼎的这些，不管是政治人物或者是商业界的人。首先我们要看到的，今天要来看到3位，第一位太子集团控股的创办人陈志，他也是涉嫌这个跟犯罪集团是有关系的，他是在大陆福建出生的，后来被美国跟英国指控他是这个跨国的犯罪集团的首脑，而且呢，他的公司竟然他出入台湾10几次，公司登记在台北知名豪宅和平大院这边呢。那么他曾经被扣押150亿美元的比特币，并且他很会利用他的这个人脉曾经跟柬埔寨前总理洪森来做一个合照，为自己做宣传。另外一位同样也是这个财阀人士他是
南韩的南洋乳酪公司的创办人的外孙女哦。同样的，她现在逃到了泰国之后，现居在柬埔寨金边的豪宅，也跟诈骗集团有关系。最后最知名的这位是 BigBang 的前成员胜利。2024年，他曾经在夜店发文大赞柬埔寨是亚洲最棒的国家，但是他在发文的影片当中看到他有在喝的这个太子啤酒的文字被露出来，也质疑是不是跟诈骗集团有所往来是有关系的。其实现在韩国的南韩政府尤其特别的紧张，李在明已经亲自下令要来好好的处理这个诈骗的问题，并且把柬埔寨列为是第4级的旅游警戒区。原因就是因为现在破获南韩在柬埔寨已经有接获550起的绑架跟拘禁案件，到现在80人仍然是下落不明的。南韩国安顾问也说了，现在在柬埔寨从事诈骗的20万人当中，南韩人竟然有1000多名。厉将军怎么看这个跨国的犯罪？我觉得今年2月我们谈论到妙瓦底这个地方打诈的过程之中，感觉上面好像这次打诈哦，不但没有将诈骗，就像癌细胞一样哈，你没有将它割除，反而它扩散出去了哈。现在扩散到全世界，原来受害的国家大概只有中国还有东南亚这边，现在连韩国也进来了哈。就像你讲的，陈志这个人几岁了？他才37岁，那他居然有多个国家的国籍。那除了说是这次哈，他反而是被美国这个财政部这个诈骗这个洗钱中心查获到，不然他连我们台湾都不知道，连中国大陆都不知道，陈志这个人居然这么这个神通广大哈，有这么高的财富。他除了说是光被查扣的比特币就150亿之外，另外他在英国哈也有多少豪宅呢？他英国来讲的话，他豪宅有1亿3000万英镑的房地产呢，然后他自己住的房子是1200万英镑。他怎么讲呢？他说我们那边诈骗集团一天，你知道他一天可以骗多少钱？3000万美金，一天可以骗3000万美金。你想想看，这诈骗集团有多嚣张？那我今天看到哈，就是这几个这个当初缅甸这4大家族被抓了以后，在中国接受审判以后，他们招供出来，那真的是令人发指。你知道他们居然干什么事情吗？他为了说是底下那个小弟，为了表示对这个组织的效忠哈。他居然做了什么？杀人祭天，就随便抓一个陌生人来，然后表示他有这个胆识，他就把人直接杀掉，杀掉以后来表示他忠心。像这种事情，在这个 KK 园区诈骗集团里面可以层出不穷。那现在来讲，这个癌细胞已经扩散到韩国，我们看到包括韩国的这种这个南洋乳业公司的外孙女哈，这个也加入其中哈，包括他们的这个。BigBang 的成员胜利也加其中。那韩国自己也讲哈，有1000个南韩人在这个地方从事诈骗，这个受害的已经有20万人，包括到各国哈，全球啊，包括韩国自己本身都受害。那目前来讲的话，在韩国来讲，他在诈骗集团现在还有80个人行踪未明，走失的是人是不见的哈。那我们今年2月份来讲的话，我觉得这个东西后面的水真的是很深。对，因为那时候贝东塔到中国哈，他答应说实施扫毒，实施这个打诈，那时候提了很多方法出来嘛。我们回想一下，那时候第一个断网，第2个断电，第3个断金流哈，就我们发现都没有做到。你说断网没有断了，他现在这个用星链系统连接上网络，用网络来诈骗。第2个来讲的话，断电好像也没有断电，是不是用别的方式？他又从别的地方买电进来。第3个断金流，我们看到，如果说不是美国这个他们财政部查到这个金流有问题、洗钱有问题来讲的话，还没有抓到陈志这个人，那是不是泰国跟缅甸这些国家都要负起很大责任？尤其让人家感觉上不可思议的，陈志居然可以跟这个洪马奈哈。跟他们在一起合照，那你不得不联想到，他们整个来讲的话，已经是这个政府跟这些诈骗集团已经整个勾结在一起。那这种盘根错节的关系，我觉得不是短时间可以扫得清的。是好，现在已经扩散到全世界哦，连泰国都被拉进来。李在明现在也祭出各种措施要来打诈。那其实呢，包括中国大陆在内，早就已经看不下去了。中国大陆这次则是出重手，一举呢，在这个缅北的地方呢来做这个扫荡。那现在根据了解，已经逮捕了5.7万名的中国籍嫌犯，连果敢4大家族，他也要一举的大力整肃，不是被提起公诉，就是判死刑，包括了这个名家、魏家，还有刚
刚刚厉将军帮我们提到，杀人祭天的其实就是这个魏家，都一起被大陆列入了整治当中。那接下来确定的事情是，这4大家族也会全部的消失，因为现在相关案件已经进入了审判期当中。大陆为什么能把这个4大家族果敢一举打尽？靠的是什么能力？是情报战、军事压力吗？还是在外交上面的强势？委员怎么看？我们先来说一下哈，中国大陆电信诈骗的损失金额很吓人，然后受害人数也很多，可是它占 GDP 的比重却不大。全世界因为这种电信诈骗在损失在占 GDP 的比重，第1名是巴基斯坦，4.2%，第2名是非洲的肯亚，第3名非洲的南非，第4名就是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所以你看美国财政部这么积极在这弄而且大部分诈骗美国人都讲英语，都是印度人然后再来是巴西，再来是法国，你看，那中国刚好排在后面，但因为中国人口多，所以数量会比较大，但比重相对也比较小。但是中国政府是这么积极在打诈，但是他为什么能够去把这几个名家这已经是很恶劣的黑道集团的头，不是小诈骗集团。第一个，他对缅甸政府、泰国这个柬埔寨政府有比较大的影响力。我们不客气讲就是这3个国家的政府官员贪污，他们就在包庇这一些诈骗集团。那诈骗集团，你看房子盖这样子，如果没有检查，还有他们的有权有势的人包庇，他怎么可能生存？不可能生存。所以这是第一个。那因为还好，中国对这3个国家有比较大的影响力，说这一部分把人交出来，他就交出来了可是跟中国无关的，还是在营运还要营运或者是中国没有指明，就比如陈志，中国不知道就没有指明要人还跑到台湾和平大院在做上班。和平大院在哪里？台北市和平东路1段101号，大安区，就在师范大学的斜对面。那这个人嚣张到什么程度？再来就是中国的金融管制比较严格，也比较容易追踪。那有些国家的金融管制没有这么严格所以诈骗集团之所以能够盛行，是因为金流。那现在中国政府有能力叫这3个政府把人交出来，但也还要有实力去把人抓出来所以中国在这个边界培养出了一个叫果敢军。如果当时没有果敢军把这些地方势力给推翻的话，这些国家的政府还不一定压得住地方的势力